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睡前手机好好的，隔天起床一拿起来，整只 iPhone 直接黑屏，完全叫不醒。长按电源没反应，插上充电线没有图示，连电脑也侦测不到。当下只有一个想法，完蛋了，我的照片、聊天记录、备忘录全没了。还是我要准备花一大笔钱换手机？先冷静，这支影片我会带你一步一步判断你的黑屏无法开机到底是小感冒还是重症，什么状况可以自己救回来，什么时候该交给专业。而且我会实测一款很多人讨论的工具 Tenorshare Reboot， 它主打可以修复超过150种 iOS 问题，像是黑屏、白苹果、无线重启等等。我不会单纯帮它打广告，会老实跟你说它好用的地方在哪里又有点普通。嘿，大家好，这里是炫创意，我是林汉，专门分享 AI 工具、数位效率，还有各种实用软体。这支影片主要是给 iPhone 黑屏、萤幕全黑，怎么按都没反应的人。更新 iOS 之后，手机突然变砖，卡在白苹果，只看到 Apple logo 砖超久的。今天我会用很白话的方式带你走过4个步骤：一、先搞清楚 iPhone 黑屏到底是怎么回事；二、最基本每个人都应该先试的2招；三、遇到系统层级问题时，怎么用 Reboot 来修复；四、最后一道会清空资料的 iTunes 大绝招，什么状况才值得用？看完你至少能做到一件事，不会再看到黑屏就立刻觉得我要花几万块换新机。一、到底什么叫 iPhone 黑屏无法开机？我们先对齐一下定义。黑屏无法开机大概有几种情况。iPhone 黑屏无法开机，萤幕一片黑，但手机其实有震动，会响铃。插充电线没有任何图示，看得到苹果 logo， 可是转一转又黑掉。不管长按侧边键、音量键，手机完全没反应。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成4类原因。iPhone 黑屏无法开机：一、电池或供电问题，长时间没充电，电量掉到过低；充电线、充电头、插座本身有问题；二、软体故障，一冲突 iOS 某个服务当机导致画面不亮；三、系统层级错误，更新失败，更新 iOS 卡住，系统档案损坏，卡在恢复模式，白苹果无线重启；四、硬体问题，萤幕本体坏掉，排线松脱，曾经摔过、水淹过。今天这支影片主要会帮你处理1、2、3类，也就是还有机会靠软体把它救回来的那一种。如果你确定手机曾经摔很重、泡水或维修过乱换零件，那我就会比较老实建议你直接去 Apple 正规维修中心会比较安全。二、一定要先排除的电池问题。第一步，非常无聊但超重要，先确定它真的有电。一、换一条原厂或品质好一点的线材；二、换一个插座或充电头，最好是你已经知道一定能充电的那种；三、充电至少10到20分钟，先不要急着狂按按键，萤幕完全没反应，有时候只是电池被放到太低，机身进入一种保护状态。如果充了一阵子之后，还是完全没有电池图示，没有苹果 logo， 那我们就往下一步。三、强制重启。第二步是大家常听到的强制重启，这一步其实就在处理系统当机、画面没反应类型的问题。iPhone 黑屏无法开机，不同机型按法不太一样，我这边快速讲。iPhone 8之后包含 X、11、12、13、14、15、16。一、快速按一下音量加；二、快速按一下音量减；三、长按侧边电源键不放，直到看到 Apple logo。iPhone 7 Plus， 同时长按音量键加电源键，看到苹果再放开。如果你强制重启之后，可以看到苹果 logo， 然后顺利进到桌面，那恭喜，大概只是小当机。但如果是这几个状况一直停在苹果画面不动，重启后又黑掉，变成无线重开机，那就比较像是 iOS 系统本身已经出问，这时候才会进入今天的主角 Reboot 系统修复。四、用 Reboot 修复 iOS 系统，只用但不是魔法。先讲结论， Reboot 是一款专门修 iOS、iPadOS、tvOS、macOS 系统问题的工具。它最有名的功能有几个：一、一键进入退出恢复模式，这个是免费的；二、修复150加种系统问题，
卡苹果黑屏更新失败，无限重启，恢复模式回圈。3. 支援最新 iOS 版本各代 iPhone、iPad。4. 有标准修复跟深度修复模式。标准修复主打不删资料，这个工具其实就等于是把原本你要用 iTunes Finder 做的超麻烦动作包成3步骤界面。5. 实际操作流程标准修复。Step 1. 下载并安装 Reboot， 到官方网站下载 Windows 或 macOS 版本，安装好之后打开。Step 2. 连接 iPhone， 用传输线把 iPhone 接到电脑上，如果有显示信任此电脑，就先解锁按信任。Step 3. 选择修复 iOS 系统 Standard Repair 标准修复，在主画面会看到类似开始修复 iOS 系统修复的选项，我们先选择标准修复 Standard 普通模式。这一个模式的重点是尝试修复系统错误，针对大部分卡白苹果、黑屏、无限重启等问题，但不会清空你的资料。Step 4. 下载系统韧体 Firmware， 程式会侦测你的 iPhone 型号，然后自动帮你下载对应版本的 iOS 韧体，这边时间会依照你网速，大概几分钟到10几分钟不等。Step 5. 开始修复，按下开始修复，软体会自动帮你关闭错误的系统进程，重新刷写必要的系统档，修复 iOS 问题。过程中手机可能会黑屏多次重启，几分钟后如果修复成功，这都是正常现象，你会看到 iPhone 自动开机回到桌面，大部分照片、聊天记录 App 都还在。6. 那它到底好不好用？我自己的评价，参考官方说法各种评测， Reboot 的定位大概是这样。优点： 1. 界面比 iTunes 友善太多，一般人看到 iTunes 的错误代码直接傻眼， Reboot 就是把那种复杂流程变成按下一个按钮。2. 修复成功率相对稳定，像是卡苹果 logo 无限重启黑屏但还有反应，很多案例是用标准修复就救回来。3. 保资料这件事做得不错，只要能用标准修复解决，你不用先备份也不会直接被清空。4. 支援最新 iOS 多装置，每次 Apple 推新版，他们也会更新支援。缺点需注意： 1. 不是万能魔法，硬体坏了它也救不了。如果是萤幕面板坏掉、主机板烧掉、手机进水，说真的，任何软体都没有用。官方也有注明，硬体故障不在它的修复范围内。2. 完整系统修复是付费功能，一键进入退出恢复模式是免费的，但真正的 iOS 系统修复是 Pro 版本才有。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偶尔卡在恢复模式，可以用免费版，想修黑屏无限重启，就要衡量一下费用值不值得。3. 需要一台电脑加网路，你一定要有 PC 或 Mac， 而且下载韧体那段，如果网路不稳很拖时间。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的 iPhone 里有很多重要的照片、聊天记录、工作资料，换一只手机的成本比买软体贵太多，那花一点钱试着用 Reboot 先救看看，是合理的投资。但如果你的手机本来就摔到变形、泡水泡到香水味很重那种，与其花钱买软体，不如直接送 Apple 或维修中心。7. 如果标准修复不行怎么办？深度修复风险，如果你跑完标准修复，他跟你说修复失败或问题依然存在，软体通常会提示你要不要试试深度修复 DFU Repair Advanced Mode， 这一步一定要非常注意。深度修复的成功率通常更高，但会清空你手机所有资料，这其实就跟用 iTunes 做完整还原差不多概念，只是界面比较亲切。所以我的建议是： 1. 能用标准修复解决就停在这里。2. 只有在你已经认命资料救不回来也没办法，或者 Reboot 也有资料备份与还原功能，可以先尝试修复前使用这个功能备份，资料没有问题后再考虑用深度修复 DFU 修复。8. 最后手段，用 iTunes Finder 还原装置。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比较传统但官方的办法，用 iTunes Windows 旧版 macOS 或 Finder 新版 macOS 还原 iPhone 黑屏无法开机。大致流程： 1. 把 iPhone 接上电脑，进入恢复模式。2. iTunes Finder 会跳出提示需要更新或恢复。3. 选择恢复装置。4. 下载 iOS 韧体并完整重刷。
这个方法通常成功率高，但一定会清空资料，所以我会把它视为真的最后一步。当你已经确定资料救不回，或之前有完整备份可以放心重刷，才用这招。9. 总结：遇到 iPhone 黑屏时，你应该怎么做？我们快速整理一下。1. 先排除最基本的电力问题，换线、换头、换插座，充电10到20分钟。2. 再试试强制重启，很多小当机画面卡住，其实靠这招就解决。3. 如果出现白苹果黑屏但有反应，无限重启，这就是系统层级的问题。你可以用类似 Reboot 这种工具，用标准修复模式试着把 iOS 修回来，优先选择不删资料的方式。iPhone 黑屏无法开机。4. 最后才考虑深度修复 iTunes 完整重刷。2个共同点：成功率高，但会清空资料，适合已经认命或有备份的人。如果你现在手机正在黑屏，你可以照影片顺序一步一步试。我也会把 Reboot 官方下载链接放在下方资讯栏，你可以先用它免费的一键进入，退出恢复模式玩玩看，真的遇到大问题再评估要不要用付费修复。如果这支影片有帮你比较冷静的面对 iPhone 黑屏危机，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可以分享给你那个手机一出事就慌到不行的朋友。之后我还会做更多 iPhone 修复技巧、使用软体，还有 AI 工具教学，让你的数位生活不止顺，还更聪明。我是林汉，我们下次见啦，拜拜。